在一座海岛上，岸边上有足球那么大的石头鱼，随便就能捡到。只要想吃海鲜，在家门口的私家码头就能解决这个老大难问题。超大的螃蟹随便就能在码头边上捡到，还经常会钓到一条1米多长的海鳗，把鲨鱼钓上岸更不在话下。米勒住在一个叫做黄金海岸的别墅区里面，他来到的这个地方其实是他家的后院，围栏里面是他家的私人码头。他住在这个别墅区已经有5年的时间，只要有空都会来到自家码头上钓鱼。由于码头靠近出海口，因此这一带生活着许多种类的鱼，是钓鱼摸虾的好地方。今天他将会在这里进行钓鱼活动，抓到想吃的鱼都会用作当天的午餐和晚餐。用路亚钓鱼是他的强项，打下的第一竿就已经有鱼上钩，看鱼竿的弯曲程度，米勒就已经知道鱼的大小。拿上水面才看清楚鱼的模样，是一条扁头鱼。用网兜捞上来时，还顺带把一条腌制鱼也捞了上来。不但可以钓鱼，还可以用抛网网鱼。米勒非常专业的操起抛网就往水里扔，拉上来时就感觉到网里面有鱼，一条较大的腌制鱼被抓了上来。这种鱼肉作为诱饵非常管用，把鱼切成几块，把鱼头放入蟹笼里面，再抛入水底，就等着螃蟹爬进去。其他几块用来钓鱼，还有当做午餐。继续把抛网扔下去，这次抓上来的有好几条，但都是些小鱼，都留着当做诱饵和食物。陆续还用路亚钓起了2条小鱼，这种鱼米勒不喜欢吃，所以每次钓上来都会将其放生。突然下起了小雨，从家里面拿出了把太阳伞。这里的生活环境简直一流，在自家门口就能把鱼抓。蟹笼已经放了有2个多小时，拿起蟹笼，发现有一只大的螃蟹进了里面。米勒用手抓了起来查看，是一只公蟹。这种尺寸的螃蟹在这里非常常见，而且很容易就能抓到。只要想吃，每天都可以放蟹笼在自己码头里捕捉。今天抓的这只螃蟹，米勒决定就地在码头给煮了。下到沙滩上，将蟹壳剥开扔掉，清理掉螃蟹的内脏，只留下了2只肥美的大钳子。上到码头，米勒习惯性的拿起一瓶饮料，用螃蟹的大钳子撬开瓶盖，这动作一气呵成，比开瓶器还要好用。从家里拿出来的气炉和汤锅，在码头上直接开煮，一边煮一边还钓着鱼，在家就能钓到鱼，别人都羡慕不来。这就是米勒的幸福生活。螃蟹已经煮好，橙色的蟹壳隔着屏幕都能让人流口水。时间来到了晚上，米勒的目标是想钓一条鲨鱼上来。他家码头的水域就有非常多鲨鱼在这里觅食，凭他的本事钓上一条也是非常轻松的。鱼已经上钩，根据他的经验，应该就是一条牛鲨。拉出水面可以看出，这条鲨鱼应该有差不多1米长。鲨鱼太重，只能用网兜捞起来，还被米勒抱了起来进行一番炫耀。炫耀完之后，还是把它给放生了。时间已经有点晚，米勒还在继续钓鱼，在自己家想玩到什么时候都行。这时又有一条鱼上钩，是一条1米多长的凶猛海鳗，满口锋利的牙齿，凡是经过它身边的鱼都会被吃掉，而且钓上来的海鳗也会见什么咬什么，所以在抓的时候一定要小心。住在海岸边就是有这个好处，随时可以约上3、5好友去到海里玩。早上天气晴朗，已经没有了昨天的阴雨绵绵，拉着皮划艇冲到海里。今天的浪非常大，玩起来也非常爽，一个接着一个巨浪把皮划艇托起再落下，比坐过山车还要过瘾。他们划了好几公里，来到了一座海岛，在一处满是礁石的岸边，直接冲了上去。凶猛的海浪让他们上到岸边变得有点困难。他们上到海岛第一时间就是拿出鱼竿钓鱼，虽然海浪很大，但这里是钓鱼的绝佳场所。不一会，一条从来没有见过的长嘴鱼被钓了上来，鱼的身体还不断的变换颜色，引起了米勒他们的好奇。欣赏完后，把它抛回了海中。去到了海岛的另一边，这里的海浪没有那么大，石头依然还是那么多，海水能够到达的地方肯定就会有石头鱼出没。在没有穿鞋的情况下，如果不留意水底下的生物，有可能因此受伤，甚至会危及到生命。米勒的朋友就这样毫无察觉从石头鱼的旁边走过，被眼尖的米勒看得清清楚楚。随后他用手轻轻的拿起了比人的头还大的一条石头鱼，样子十分丑陋，而且还是世界上毒性最强的鱼，只要不触碰到背部上的鱼鳍，就不会被毒刺扎到。米勒把鱼放在了石头上介绍起来，可以看到现在这条石头鱼的13根毒刺没有竖起来，就算用脚踩上去也不会有事，但只要有动物在水中不断的扰动打扰到它，就会竖起毒刺。等下米勒还会测试这条石头鱼是如何攻击人类或者其他动物的。
从海边捡了一只拖鞋用于测试，回到了原来有石头鱼的地方。再次来到水里抓时，居然多出了一条同样大的石头鱼，将2条鱼摆放在石头上，其中一条受到惊吓，竖起了毒刺。99%的人在海边都不会发现石头鱼的存在，因为看上去真的非常像一块石头，而且跟周围的石头颜色一模一样。把捡到的鞋切一小块出来，放在其中一根鱼刺上面往下压，鞋底很容易就被刺穿，穿透之后毒液就会瞬间往外喷出。这些喷出来的毒液一旦进入人体内，就会使人产生剧烈的疼痛感。海边游玩一定要非常小心谨慎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到这里就结束，关注我，带你看更加精彩的世界。